小时候看柯南，总会被一些恐怖的杀人手法所震惊，而长大后看，我更在意的是一些匪夷所思的杀人动机。也许是小时候看不懂，现在看来有些确实是太扯淡了。就比如有强迫症建筑师由于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要炸大楼的，有高楼挡住画家画富士山而杀了大楼的建造者的，还有不小心被衣架砸到脸上怀恨在心的，等等等等。那还有什么柯南里的杀人动机是你觉得离谱的？可以在弹幕里面分享一下。不过那些出现在影视作品当中奇葩的杀人理由，现在看来好像也不算什么，毕竟在现实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比这更离谱的事情也多了去了。就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，一个将近60岁的男人被儿子看到自己的女装私密照后恼羞成怒，便起了杀心。而更辣眼睛的是，里面还包括了他偷吃的照片，这未免也太令人尴尬了。如果我是他儿子的话，我只能说我死都不做你儿子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总不至于要了亲生骨肉的命吧。所以这件事情的起因、经过、结果究竟是如何？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。2012年11月18日，59岁的马克·雷文德来到了科罗拉多州杜兰戈机场，他接到了自己13岁的儿子迪伦，准备共度感恩节假期。然而在机场，这对父子的关系似乎并不亲密，甚至有些生疏。不过这也可以理解，因为平日里面迪伦都是跟着母亲居住的，而且这次他好像很抗拒与父亲团聚。可是根据离婚协议，马克有权看望儿子。由于担心被前夫指控，迪伦的母亲虽然已经注意到儿子很不乐意了，但也只是猜测他是在闹别扭，就还像往常一样给他买了机票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第二天就传来迪伦失踪的消息。对此，马克似乎完全被蒙在鼓里。他说在接到儿子当晚，迪伦就表示自己想去朋友家过夜，但被他拒绝了，所以他们整晚上都是住在自己家里，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情况。19号早上，马克自己出门办事，可下班回家后却发现儿子迪伦不见了。他怀疑儿子趁白天家里没人偷跑了出去。据调查，迪伦最后一次出现是18号晚上的9点37分，他与朋友发短信，表示自己第二天早上6点30分就会去对方家里面。可到了第二天，朋友在家迟迟没有等到迪伦，于是在6点46分的时候主动联系了他，但一直杳无音讯。从这以后，迪伦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而母亲更是绝望。他有些想不通，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个孩子，迪伦是绝对不会一声不吭就离开的。而事实证明，母亲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而父亲马克也远远没有表现得那么的无辜，因为有一颗邪恶的种子似乎在1年前就开始生根发芽了。那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年前，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有一次，迪伦和哥哥科里来到了父亲家暂住几天，出于好奇，他们躲在卫生间里面偷偷翻看父亲的笔记本电脑。没想到的是，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。在父亲的电脑里面有一组照片，尺度相当的惊人，甚至可以说是不堪入目。两兄弟亲眼看到了自己的父亲戴着假发，穿着亮眼的女士内衣，含情脉脉地看着镜头。而接下来的照片直接把两兄弟看吐了，因为父亲竟然用嘴巴叼着一个满是的尿不湿，嘴巴一圈都是黄黄的，甚至还有张吐舌头的特写。从那之后，迪伦和科里对父亲便大为改观，他们都不喜欢和父亲待在一起了，能找借口不去父亲家就不去，父子关系尤为紧张。但这一次，迪伦还是硬着头皮踏上了前往父亲家的旅途。据说在出发前，迪伦很气愤，他让哥哥把当时偷拍的照片发给自己，到时候要去跟父亲当面对质。而至于父子俩正面交锋的细节，恐怕也只有他们两个知道了。那我们回到迪伦消失后的1年，一直以来，迪伦都被列为失踪人员。警方在马克家周围的森林和山区里面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救，但由于他们家是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杜兰戈上，周围分布了陡峭的峡谷和山脉，搜救工作困难重重。不仅如此，搜救人员还发现马克家很奇怪，家里总是黑漆漆的一片，他不像周围的邻居，晚上总会留一盏灯，防止有人在森林里面走失。哪怕是自己儿子失踪了，他似乎也不愿意亮起灯火，为搜查指明道路。在此期间，无论前妻如何表示怀疑或试探，马克都死不承认。他声称迪伦肯定就是偷跑到树林后面，然后遭遇了黑熊或者美洲豹的袭击。由于警方毫无进展，不少人都开始听信了马克的话。但是马克的另外一位前妻似乎知道了点什么。据这位前妻回忆，以前自己与马克就有过离婚纠纷，为此他还遭到过马克的威胁：如果你抢走孩子的抚养权，那么我会在你得到他们之前就杀掉他们。这是马克亲口说过的话，而他说话的时候神情严肃，当时自己都被吓坏了。然而就在迪伦失踪7个多月后，也就是2013年6月27日，事情有了转机。
警方在距离马克家12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几块来自迪伦的尸骨。这一消息让所有人都为之诧异。要知道，这个地方较为偏僻，几乎是没有人会走到那儿的。更何况，迪伦只是一个13岁的小男孩，也不常住附近，实在是可疑。不过有目击者声称，早在4月份的时候，自己就在该地区看到过马克。当时他独自开着车，不知道只是路过还是特意过来一趟。后来马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根据知情人士透露，马克拥有一辆 ATV 全地形越野车，他本人又对山间小路也特别的熟悉。如果是他抛尸到此地，完全也是有可能的。很快，警方对该区域加大了搜索力度。果然，他们又发现了一双鞋、一只袜子、一件衬衫以及一副耳机。经过家属指认，都是来自于迪伦本人的。这里还有个细节，那就是在这些重大发现之后，马克还像是无辜者一样与别人讨论这起案件的关键。他说就是要找到其他的身体部位，尤其是头骨。而最重要的是，马克始终拒绝使用测谎仪证明自己的清白。2013年8月，虽然在这之前的调查过程中，马克家中没有什么血迹，但这一次警方准备进行第2次检查，他们特地使用了鲁米诺试剂，有了它，任何血迹都能够无处遁形。果然，警方在马克家中的客厅发现了几处发光点，证明有过血迹。除此之外，警犬也在洗衣房、客厅、厨房和汽车上面闻到了尸体的气味，包括迪伦失踪当晚马克身上穿的衣服也检测出了人类遗骸的气味。虽然马克就差脸上写着嫌疑人3个字了，但最关键的头骨证据始终还没有现身之前，马克依然在大放厥词，还试图把责任甩锅给前妻，没有照顾好孩子的心理健康。2年后，时间来到了2015年11月，几名徒步爱好者意外发现了一个人类头骨，而马克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。经过相关部门的检测，头骨正属于迪伦。虽然马克坚信从头到尾都是动物袭击了迪伦，但根据野生动物部门的研究，迪伦遗骸出现的位置非常蹊跷。该地区的野生动物是不会把人类尸体带到山上这么远的地方，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他们的活动范围，更不可能会单独把头骨又运到2.5公里之外。唯一有可能的就只有是人类刻意为之，而这个人十有八九就是马克了。经过法医鉴定，迪伦的头骨遭到钝器外伤，左眼的位置又有了明显的骨折痕迹，这说明迪伦在临近死亡前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很显然，这不是动物造成的。2017年7月17日，马克因2级谋杀罪和虐待儿童罪被捕。原来，在接到儿子当天，迪伦当着马克的面直接曝光自己知道那些大尺度照片的存在，马克当场暴跳如雷。同时，他又担心这些丑事会被传到其他人的耳朵里，于是恼羞成怒，干脆直接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根据马克交代，其实在迪伦来之前，他已经隐约猜到了孩子们看过那些照片，因为有一次在与大儿子科里发生争执后，他竟然说道：“嘿，美女，你就像你吃的那些东西一样，照照镜子吧。”虽然科里没有明说暗示的是什么，但马克意识到自己的秘密可能已经被曝光了。后来由于新冠疫情爆发，这起案件直到2021年10月8日才迎来最后的审判。负责量刑的法官总结了马克的所作所为。作为父亲，你有义务保护好儿子，让他免受伤害，但相反，凶手是父亲本人。最终，马克被判处了48年的监禁。在过去的9年时间里面，对于迪伦家人来说，每分每秒都是煎熬。他们明明知道凶手是谁，却没有办法将他绳之以法。而作为亲生父亲的马克，在犯下滔天大错后，竟然还在极力撇清自己的杀人嫌疑，真是讽刺到了极点。虽然我平时也做一些比较猎奇重口味的视频，但是做了这么多期，还是不如马克的这组照片。特别是想到他亲手杀死自己儿子的事实，我只能说，这位禽兽不如的父亲，就像他照片里面吃进去的东西一样，一坨大便。人的怪癖可以接地气，但不能接地府。虽说虎毒不食子，但凡事总有例外。当一个人恼羞成怒的时候，就有可能变得思维混乱、神志不清。特别是像这类极度变态的人，更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深处的小秘密，如果哪一天被人曝光了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当然，像这类丧心病狂的事情可千万不能做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遵纪守法。那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